一个人负担他家务，同时要照顾他24小时，坦白讲蛮累的。他是你的谁？他是我的父母。不对，等下啊，你不要，先暂时一下。他是你的先生。先生，看选对了吗？哎呀，厉害！我叫罗文友，今年66岁，我照顾患失智症的太太2年了。鸡蛋会拌吗？自己拌。我们其实很早就在1977年我们就认识。那么因为家里的背景很穷啊，没有钱啊，所以在学校的时候那个休息时间我都没有去那个食堂啊，就这样留在课室里面的一个人。那么他经过了课室的时候，好像发现有这样一个人，所以我们就彼此对笑，然后感觉到对方的友善。后来我们就继续的交往。66岁的罗文友是一名退休军官，与他相伴43载的妻子潘彩云今年64岁，之前从事保险业。两人1982年成婚，共同养育了3名儿子，再加上4个孙子，3代同堂，其乐融融。2年前，原本美满的晚年生活却蒙上了一层阴影。潘彩云的认知能力开始出现异常。他一路来都是生性很活泼、很开朗的。他很喜欢郊游、旅行。2023年初的时候，发觉他很健忘，讲话的时候好像不顺，需要重复的跟他讲，然后他也不能够很好的做 WhatsApp， 还有做那个 email。传短信之类的，发觉很奇怪，就带他去那个国大去诊断，确定是失智症。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我真的是很震惊，很失落。在我的认知当中，失智症是等于老人痴呆症，怎么会在这么年轻的而且活泼健康的爱人身上发生？所以非常的难以接受。非常的失落。在这里呢。潘彩云被诊断为早发型失智症，即65岁之前发病的失智症。心理卫生学院2024年公布的研究数据显示，本地约有3700人患有早发型失智症。根据国立脑神经医学院的记录，这类病例正以每年新增超过200起的速度上升。你可以跟我讲，陈在哪里？很好 ，OK。他有语言障碍，就是失语症 or aphasia， 他也是有认知沟通困难啦。所以语言方面，他可能会有时候有困难去找字啊、想字或者了解一些东西。医生说这个病是不治之症，那我觉得非常难过。如果这样继续下去，只是减缓，结果还是一样。而且医生说可能这个会退步的特别快，因为它是属于提早失智，可能5-6年就可能会有生命的危险。后来通过我的媳妇。说有一个 Young Onset Dementia 提早失智症协会的，给我们报名参加了之后，才认识到有很多其他的年轻的失智症者，所以感觉到我不单独啦 ，We are not alone 啦。然后再进一步介绍去上课，那个 Voices for Hope 10个 session 的一个课程，去认识什么叫失智症，如何去管理。希望新生课程结束后，毕业生每月都会举办聚会。罗文友带着太太从不缺席。然而，要全天候贴身照顾逐渐失智的妻子，可能比当年完成军中任务还具挑战。即使是曾在军营里训练出钢铁意志的罗文友，也会感到心力交瘁。
最失落的时刻是，有时候他不听话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他就是不愿意吃，他不愿意做一些帮助到他的一些活动的时候，我觉得很难过。要跟他发脾气呢，有时候会很紧张，那么但是曾经有过吓到他，觉得内疚，不应该。去年中的时候，突然间肚子痛，肚子痛得不得了，那就去医院 A&E， 那就 admitted 咯，住院。那么突然之间就要住院几天的话，这个孩子因为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家庭工作，所以很难。虽然特别安排他们能够照顾到我的爱人，但是觉得这样子如果再一次发生的话，那当我不能够照顾他的时候，他怎么办？所以这是我忧心的一个地方。我觉得可能年纪也不轻了，一个人负担他家务，同时要照顾他24小时，坦白讲蛮累的，所以需要一个帮佣来帮助。我们每次都要强调的就是照顾者必须第一点就是要自护。They must be well so that they can have the ability to take care of their loved ones and those people surrounding them. And also, they need to have a circle of support because this is a journey that a caregiver cannot go on alone. 很多时候，观护者在照顾失智症人士的时候，往往忘记自己。他们觉得就全心全意去照顾他，但其实我觉得啦，这段路是一个马拉松，他没有一路跑到完的。从前犯罪的梦救赎。医生的建议说要3动：脑动、运动跟互动，所以安排每天都有一些活动，帮助到他的身心都能够有健康，还有再加上自己每天晚上跟他一起的读经、灵修、唱诗歌。And we go. I see your true colors shining through. 所以身心灵能够得到健康，而且活得更有意义、更喜乐一点。自己的时间其实是很少，因为我放心不下。他就算是有帮佣跟陪着他，帮佣也没有办法时时的陪他，因为他要做家务、煮饭等等的，而且那个情感的关系不一样啊。因为说到底，帮佣还是一个陌生人。当一个患有失智症的人士，他的认知能力退化的时候，你想象一下啦，你每天起来，你不知道几点，你不知道这些新的人是谁，你不知道你自己在哪里，那感受其实是很慌张的。有一天他完全不能够自理的时候，需要送去nursing home嘛，那时候我会很难过，但是我也可以想，有一天可能的事情会这样发生。所以心理上有这样的一个预备了。我最近也在安排带他去那个Dementia Care Center， 一个礼拜可能3几天，给他在那边能够帮助到他减缓他的退化，然后也让他更加活得更有意识。如果我能够陪着他，那更好。最让我感觉到很满足的就是他跟我在一起的时候，他笑，他开心。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，他会跟着我一起唱，很开心的唱，然后把那个诗歌记起来。然后他特别说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都要感恩一切。特别是我在带他看医生的时候，医生说他是不治之症的时候，我伤人了一下。反而是他安慰我。你喜欢你先生吗？当然了。你喜欢他什么？跟我们介绍。不可以跟你讲的，这个是我们2个人的事，这样跟你讲就完了了。那你知道他喜欢你吗？当然知道了，不然他早就踢我出去了，对不对？你不要讲不要他。我们不单是 caregiver， 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是 care partner， 我们跟他一起的学习成长。因为我们不是万能，我们不是什么都懂。Okay.
OK， 好了，我们去睡觉 ，OK， 可以了。我们是跟他partner一起的走，我们是一起的生活，一起学习，一起面对，一直到终老。所以尽人事听天命，但是也不要勉强，让他去做一些他不喜欢做的事情，最后他不开心又怎么样？所以我想最重要就是珍惜彼此，那么让他能够开心每一天，这是我最大的心愿了。